今天我们吃顺德排名第1的煲仔饭，能卖98一份，到底是什么滋味？我们要吃30年老字号煲仔饭，和来一个清热解毒的凉茶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碗顺德最有名的排骨饭，听说4点半开始排队了，去见识一下。走，点个小份的排骨饭，然后加个饭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自己锅呀，它这个用没多久的，跟这个用了很久。对，这个是岁月的痕迹啊。哇。 漂亮漂亮，下面的锅都是红色的了，算是很干净的厨房了。是啊，我们戴头套、口罩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是很干净的厨房啊。哎，好，哦，好好好。来啦，这个都是附近的订的哈，不是外卖。啊。 这边储酒的地方，有些名字还真的很有趣。大武汉靓仔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画了只猫，还是虎万万睡公主粉丝专属。哦，好吵啊！哎，好，拼猪肝的哈。对，排骨。哎，好，排骨、猪肝还拼了个肉丸，啧啧作响。然后呢，自己打了一碗饭，饭是1碗1元，但是我看大家都是无限自助的。 来，我们现在马上从排骨试看看，下面这边还是脆的呢。排骨啊，腌过，咸香入味，半煎半蒸之下，多了一个焦香味，跟用水蒸出来的确实味道不一样，挺好吃的。来，打碗饭，正常一般，广东香米，来猪肝。猪肝不错哎，弹嫩，外面有一点点那种焦香味，可能比单单是用水蒸的好吃。来，下个肉丸。 也就是那一股干蒸的香气在，挺特色的。其实排骨饭呢，真正的打开方式啊，还得配上一瓶小酒。这边呢，不只有早酒文化，还有纯酒文化，瓶子越多，本地客人越多。咸香下饭。 真香，很好吃啊！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来，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我又找了附近另外一家排骨饭店吃看看，到底有没有差别。走，我就要一个排骨饭，可以吗？蒸排骨是吧？放进去啦。啊，哦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今天第2份排骨饭啊。这家呢，就感觉就像居民区里面的小店，游客比较少，都比较随意，你要拍什么都可以拍。我先试看看啦。咸香入味，焦香味稍稍少一点，干蒸之后也是有那个脆皮，还有个猪肝，试看看。猪肝也挺弹嫩的，我就感觉它的火候稍稍少了一点。 有可能是因为现在人少，那个锅啊常常打开盖起来，就差那么一点。来，自制了一碗排骨饭，排骨放在饭上面蒸呢，很多早茶店啊传统的都会有，这也是另外一种排骨饭，我们会找机会吃一下。两位拜拜，拜拜哈，谢谢，拜拜。来啦，吃了2家排骨饭呢，其实我觉得排骨本身跟它的调味没有太大差距。 蓉边的味道会更多一点点，火候更足。这一家嘛不排队，便宜3块钱。排队的话可能会来这一家，如果不排队的话呢，建议还是去蓉边试看看吧。来下一家也是最近小有名气的煲仔饭，蓉里煲仔饭，去试看看。腊肉、腊肠、牛肉窝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3瓶另外加10块钱。哎，好。哦，要下了啊！哦，对。
漂亮。哦，直接加酱，哦呦。来，然后这个煲仔饭啊，我拼了腊肉、腊肠、牛肉，还加了窝蛋，总共好像是52块钱。先把它这个东西拨到一边，先吃完锅巴，非常细心的挖出了一小片锅巴，锅巴真的很薄，大概就是1层饭的那种厚度。一口，刚出锅，微微酥，不错。现在单吃口米看看，它已经撒了点酱了，感觉不错。粒粒分明，有饭香，稍稍偏硬，就是还是有点不习惯广东的香米。8200年前人类最早种植稻米的痕迹，就是在这边。但是那时候吃的是糯米啊，哎，怎么变着，现在都变成香米了呢？蛮有趣的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来，现在拌起来了。他吃的好少。拌过以后，先来一口饭。果然还是要拌了才香，有那个酱香，有窝蛋那个温柔的感觉。而且啊，虽然说50几块不便宜，但是料真的多啊。换筷子吃个腊肠看看。标准的甜甜咸咸广式腊肠，肥肉没那么多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牛肉软嫩滑，应该就是抓过浆的，微微还带点脆。那煲仔饭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用煲仔来煮饭。但这种啊，饭上面加很多料再去焖，这种做法，2000多年前的《礼记》上面就记载，周代8珍的1、2珍的做法很像。不过那时候是肉酱加油盖到饭上面了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更像是台湾的螺饭。那这个煲仔饭的讲究也是很多啊，你要吃饭香，你要吃锅巴香，你要吃料香，你要把它混起来吃混合的口感，也算是一饱多吃，算是广东人真的是会吃。来，现在拌起来，大口吃啦。来，我又叫了一份青菜，这青菜20块钱。这个青菜是油麦菜，加了蒜蓉下去的。来试看看。清、脆、甜，带了油香和一些蒜香。广东的这种生烫青菜啊，很简单，但是真的很美味，不错。跟着他混那几年，都个个人减肥，那一口富豪餐厅。现在那个蛋蛋火锅。跟同桌的2雷资深美少女说拜拜，还跟店家的小姐姐说拜拜。下一家煲仔饭之前呢，先来喝个凉茶，这个纳印凉茶感觉很有味道，去看看。最好的陈皮是哇，这才是精华来的。2002年还有之前的越老越值钱。具体什么症状嘛？立胎红，应该比较热的吧？啊，好，是上火的东西嘛？给你个降火茶吧。降火茶好。大腿再搭一点健脾祛湿的，对，建议是热的、温暖的喝。够了。魚豆湯咁適合咯，感冒閉門好，好，謝謝老闆。這個是土茯苓膏是吧？哦，好。這邊呢就像是走進小巷子這邊一個小藥館，走進來就是淡淡的藥香。然后看到很多这种药材摆放，尤其是各种名贵的陈皮放在上面呢，真的是隐藏的土豪。我觉得老板帮我望闻问切，四诊合参，帮我调了一杯凉茶，基本上就是我有点上火了，来下火了。那喝看看吧，一口，调理一下脾胃。这个不是很苦，这还可以，带点药香，就是微微的苦在口中环绕那种感觉，可以慢慢喝。然后凉茶呢，虽然叫凉茶，但是啊，不能凉的喝。广东人怕什么？就怕上火，所以就要喝凉茶来降这个火。干啦！来，我们下一个试看看这个土茯苓膏。土茯苓呢，就是做龟苓膏的其中一味主要材料。现在真的龟苓膏啊，就是用那种乌龟做的，已经很少了。我们就吃这个土茯苓膏来试看看，吃看看，没什么怪味。柔柔顺顺的，也没什么怪味，可能加点糖试试。吃一口，香浓不腻，回口微微甜，然后清，然后一点点涩，不错啊。我觉得这感觉就真的是吃起来就会感觉很下火。这是最传统的一个钵仔糕的制作。哦。待会你吃就，好吧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
来，老板在走之前也请我吃一个红豆的钵仔糕，这也是广东这边的特色啊。主要可能是糯米，然后上面放点红豆，这经典口味啊。吃看看啊。那好吃哎，很天然，然后里面那个红豆啊，粉粉糯糯，红豆香，香甜软糯又不粘牙。哎，这个老板刚刚跟我讲的口诀，真的是不粘牙，不错。好，靓仔老板，谢谢哈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来，前面就是今天最后一家了，据说是顺德排名第1的煲仔饭，红星光发煲仔饭。我来的是老店，去试看看。哎，这边的菜单感觉真是非常有年代感。旗鼓黄鳝可以拼白鳝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要最低要98的。哎，那就98。全是现做的。好，谢谢。要不要跟你打开？好，好开。可以啦。哎，开。哦，漂亮。来，拿到我这个黄鳝拼白鳝煲仔饭啦。这黄鳝都是现杀的，外面有活的，然后里面现杀，感觉就是新鲜。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呢，就是白鳝，其实就是鳗鱼啦。来，我们从黄鳝试看看。嫩、弹，加了点胡椒粉的味道，有微微的小刺，但是啊，瑕不掩瑜，好吃。来，白鳝试看看。白鳝更脆弹诶，抓过粉，外面有一点点姜，比较有一点点那种鳝鱼的腥味。真要讲，我感觉好像扬州吃的那个软豆面黄鳝更厉害一点。不过这个啊，也确实不错。来，我们剥开来吃看看饭。它米还是蛮香的，而且吃起来有一个油润感。那老实说啊，这种细的香米不是我爱。吃看看旁边锅巴，来，好不容易挖了一勺锅巴起来，它这个是金黄酥脆的，稍稍厚了一点，可能2、3层米吧。吃看看啊。哇，大崩脆，这个放了烧的有点久了，酥已经过了，是脆的过程，特别有口感。来，把它都拌在一起吧。来，拌着拌着，翻起了好多锅巴啊！这家的锅巴还比较完整，吃一口啊，一大口。饭香、米香，黄鳝、白鳝那个鲜嫩脆的口感，微微的鱼味，还有那胡椒粉的香味在后面，不错。不过老实说啊，这味道还是比较淡的，还是得加点酱。来，好大一口黄鳝、白鳝一起啊！加了酱，多点咸味，黄鳝、白鳝味道更出来，更搭配那个米香，我觉得不错，好吃了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今天吃了4家，加了个凉茶，这是碳水爆炸了一天。那真要说我最喜欢的吗？排骨饭还是荣边，煲仔饭还是红星，确实有名的店啊，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，味道就是好那么一点点，就是差那一点点。好了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